进来。师傅。子瑜啊。哎。最近忙什么呢？一直没见你啊。还在忙手里几个新案子。哦。师傅，这是周龙意外死亡案的提前介入手续，雷主任不在，麻烦您给批一下。什么意思啊？周乔的父亲死了，周乔有嫌疑。这孩子才多大呀？这只是公安的初步怀疑，还得进一步调查。哎呀，那就按照公安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以后，再按照程序来办理吧。可是周乔未成年，而且还在我们的监督考察期内，我们对他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公安希望我们这边能够提前介入。坐。哎。子瑜啊。我是这么想的，九部的主帅不在，你有那么多工作需要承担下来，我怕你担子太重了，一个人承受不了啊。师傅，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什么时候怕过累？那好吧，九部的工作不能你一个人来承担，是吧？得让其他同志也分担分担。知道了，师傅。你先忙，我回去了。好嘞。子瑜啊，办案子还是要掌握分寸。当然了，我知道你心里清楚，不用我再提醒了。我是您一手培养起来的，您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行了，赶紧忙去吧。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见你吗？知道，是苏达的事儿。那就说说苏达吧，你都知道多少？我只知道苏达摔死了。怎么摔的？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说苏达是摔死的？我在电视机里听他们说的。苏达坠楼的当天，你也在现场吧？没有，但是有人看见你在现场出现过。没有，我没去过。那个人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亲眼看见你从现场离开，这你怎么解释？没有，我根本就没去过那儿，我没去过，我们那天没约过苏达。你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吧？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那天咱们从海边分开，雷叔叔送我回的家。哦，那应该是11号，对吗？应该是。那后来又是什么时候从家里离开的？在家没待一会儿就走了。你那天回到家应该挺晚的了吧？为什么没待一会儿就走了？因为我回到家又看到我爸又在打我妈，我很生气，顶了几句嘴就走了。杜主任处理一下。看收到雷电话了，乔丽晕倒了，现在在医院紧急抢救，联系不上家属。为什么会晕倒？这个暂时不清楚，不过呢，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多处淤青，还有皮下出血点。怎么样？余队，肝破裂导致休克，现在正在抢救。谁是家属啊？医生，我妈现在怎么样了？病人肝破裂出血，介入栓塞止血手术很成功，但病人呢本身肝功能衰竭，引起神经系统失调综合症。这次抢救的很及时，短期内一旦再发病就很难说了。
外伤导致的肝破裂不是应该很快就有症状吗？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人才昏倒了？外伤导致病人肝脏的挫裂伤，但实质脏器包膜并没有完全破裂，后续又出现了消化道穿孔和腹腔感染，所以才很危险。谢谢，谢谢。医生，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医生，周强，听话听话。医生，好了好了，别激动别激动。好了，冷静点。好了。子瑜姐，以前是我爸把我妈打成这样的，我爸呢？你要把他抓起来，求求你了。这个周桥现在很关键，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知道些什么。你们检察院不能提前介入吗？想个办法让他闭嘴。你也太紧张了吧？公安找周桥，那是因为周桥的父亲突然意外死亡，他母亲自首，周桥也有嫌疑。这跟苏达的案子没关系。没有那么简单。警察找上门，他脱口而出，不是他干的，苏达的死跟他没有关系。这话不是凭空来的。他要么就是看见了什么，要么就知道些什么。那这事儿就都问你自己了吧？我不知道。行，这事儿你别管了。雷旭的事儿，你还是得好好管一管。现在是按死他最好的机会，就算不能判他几年，也得把他清除出检察官队伍呀。哼，你怎么想事总是想的那么简单？检察院是你们家开的呀？是吗？那不是有你吗？调查雷旭的是公安，我根本就插不上手。你是不是动恻隐之心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雷旭也没少给你添乱。一直给我添乱的是你，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不是你的工具。但是你我是一条船上的呀，你现在下船，就是跳海。最近别联系我了。陈姐，什么意思啊？联系都不行。雷旭的事情现在是最敏感的时候，谨慎一点没什么坏处。就你这个胆量，怪不得现在还是个趋炎附质。认识？肖经理，肖经理，怎么了？
我想预支一下工资，可以吗？要预支多少？10万。多少？10万。我妈现在得了重病，需要花钱去做手术。周乔，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这个先例。行吧，我先跟公司申请一下，等我消息。谢谢小姐。周乔，你看着我，听我说，你一定要坚强起来。现在这个时间段，对你和对你妈妈都非常重要。你是家里的男子汉了，你妈妈都靠着你了。都是周龙把我妈害死的，我要告他。他不在了。为什么不在？他在你离开家那天去世了。怎么死的？公安机关正在调查。刘六姐，我想去洗把脸。我陪你。我带周强去趟洗手间。走。于队，小吴，周乔呢？周乔和柳柳去卫生间了。你盯着点乔丽啊。好嘞。于队，走。周乔，你没事吧？周乔，刘六姐，周乔，刘六姐，刘六姐，站住！怎么了？李姐，周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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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怎么了？刚才一直有人一个个推厕所的门，然后到我那里的时候就一直晃想起来。那人谁啊？没看清，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周乔，看没看见那个人长什么样的？没有。照现在的情况看，咱们得加强对周乔的保护了。没错，我们会把他保护好的。
大姐。哎，陈姐。总是这么准时啊？哦。不是，你昨天晚上骑车够快的，我跟你打招呼你都没看见啊？我骑车一直这样啊。昨天下班之后，我就给老曹包饺子，包完饺子送康复医院。您在哪儿看见我的？我不记得。不是就在桥底下呀？你骑着这车，戴着这帽子。我这帽子满大街都是，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有可能，有可能。那行了，没事儿，你停车去吧。开始吗？雷叔叔是无辜的。案发当天你在现场吗？我在。好好回忆一下那天你所看到的。那天，我跟苏娜打电话，要他删除他欺负江小姐的那个视频。他不肯删除，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就跟着他到了烂尾楼。你是怎么跟着他的？手机定位。喂，我给你个号码，你帮我实时定位。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经过了。索娜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被推下楼，当时雷主任还没醒。那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黑衣男人他的体貌特征吗？挺高挺瘦的，1.8米多。他的手臂上有个纹身。一个孩子你都搞不定，搞定孩子容易，但那孩子身边一直都有警察和检察官陪着，我实在没机会下手。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没机会下手，你快没机会活了。
行了，孩子的事你先别管了，最近先躲一躲，有安排。嗯。陈姐，不是，你昨天晚上骑车够快的，我跟你打招呼你都没看见。好消息，我刚从分局回来，因为周桥提供了证词，还有一个6秒的视频，让公安还原现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雷主任排除嫌疑了，锁定纹身男为重要嫌疑人。太好了，雷主任可以回来了，咱们什么时候去接他？以雷主任的性格，咱们要去接他，他会不自在的。那还能谁接啊？哎！太迅速了。你们俩都来了，不用这阵仗，我哪承担得起？我自己溜溜达达回去。就刚才那长枪大炮的，我俩要不来，你自己能行？这几天在里边待的不好受吧？不对劲儿。刚才这记者里边有面熟的。苏大宣判那天，见过他们几个。那些记者是你安排的吧？这些小儿科的东西，你觉得有用吗？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想好好表现，让您瞧得起我一回。哼，想让人瞧得起，就必须做出让人瞧得起的事情来。你呢？给我统一对篓子。那个苏达，我一再叮嘱你要看好，结果呢？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我也是想用他来搞死雷旭啊！提起他我就来气。雷旭是你这种人能搞得了的吗？啊？苏大被无罪释放，你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要给我惊喜，给我礼物，什么礼物？你搞出一条人命来！那我是不是也把雷旭给弄进去了？你闭嘴！你当时就应该把他从楼上扔下去。现在好了，绕来绕去反而引起他的警惕。雷旭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警告你啊，从现在开始，雷旭的事情不许你再掺和，我自有主张，懂吗？知道。出去。我去劝劝他。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干嘛非要跟他硬着来呀？姐，你还没受够吗？反正我是早就受够了。你受够什么呀你？你原来就是个服务员，现在人人都喊你孙总，人要懂得感恩。那是我应得的。这么多年了，脏活累活咱们少替他干了吗？你跟他提上去那几个人，哪个比我强？凭什么呀？还有，你把他当靠山，他把你当什么了？他转手就送人了。
咱不能老看别人脸色，也得让别人看看咱们的脸色，特别是这个姓朱的。他想让雷旭现在就消失，雷旭这条命我还得留一留，我还有用。为什么？雷旭手里那个东西，我现在有眉目了。一旦我拿到手，我就抓住了所有人的七寸。你不能让你杰哥知道，明白吗？你放心，我有分寸。妈妈，雷主任，您回来了。小刘，杜姐呢？她不是也去接你了吗？为了庆祝雷主任重获自由，给咱们买下午茶去了。雷主任，老赵，星星丢了，你报警？可没到24小时，能报警吗？未成年人不用等24小时啊！丢多长时间？我在院里巡逻了一圈，一回来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查监控，1个小时前自己跑了。一批老赵报警，请警方马上启动团员系统，以100公里为半径，随时推送失踪信息。收到。你把星星的近照发给我。我现在马上请示一下陈姐，请他安排人力，组织人赶紧到这个什么码头啊、火车站啊，还有公交总站吧，还有几个关键的出城口，放上我们的人，配合警察一起来找。尤其我们几个认识星星，我们便于辨认，好吧？你通知一下杜主任，让他赶紧回来。我们现在沿着东南西北4个方向沿主路上，你不要走，留在院里，万一孩子回来呢？啊，别着急，走。您好，大姐，见过这个男孩吗？没有。我问一下，您见过这个男孩没有？没有。谢谢。见过这个男孩没有？没见过。哎，我想问您一下，见过这个男孩没有？哎呀妈呀！没想到这么顺利，跟白捡的一样。我告诉你，这孩子不错，当不了捞一笔呢。哎呀，可不是咋。你稍停一下，你稍等。听不听？星星，走，走。星星，谁呀？不好意思啊。还是给老马打电话吧，让他早点接货。你着啥急？等咱们两个出了城以后，什么都好说了，不着急。
还是早点出手吧，免得夜长梦多。你就别废话了，我们把路给定好了，咱们俩赶快出去。星星，下来啊！快下来，我这儿接着你，我回去带你找爷爷了。你为什么不下来啊？我站得高高的，妈妈来了我才会看到她。我侄子刚丢了个书包，我们找了好久，还给我吧。这是我捡到的。这样啊，我给你50块钱，这包还给我，行吗？喂，大力，马上跟接警公安联系一下。我现在在镇发路小游乐场找到了星星的书包。而且这个地方还缺了一个黑色的中号垃圾桶。对，调监控，把这个新信息补到团员系统。重点查一下3轮车、客货2车。好，我知道了，收到。活儿越来越不好看，到处都是摄像头。喂，主任，公安来消息了，在独立路和彩虹路交汇处发现可疑车辆。好。坏了，有警察！哪儿呢？赶快过去！是不是来抓咱们俩的？不一定冲咱们来的，别紧张。要不咱们俩找个地方把火给熄了。熄什么火？熄火呀！到嘴的鸭子还能让它飞了啊？走海边那条路。往前开，往前开！你是要钱不要命的是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就往前开你。快帮我解！站住！哎，站住！别
静静，来，爷爷。乖，我看看伤着没有？没挨打吧？雷主任，警察同志都跟我说了，您提供的关键信息太重要了，是您救了星星。孩子回来就是万幸，但是问题说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能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呢？我以后一定注意。关键是这个安全防范教育得跟上，啊。雷叔叔早就教过我了，他叫我背爸爸妈妈的号码，还叫我背爷爷、雷叔叔和杜阿姨的号码，还有大李阿姨、小柳阿姨和杨奶奶的号码。表现不错，上车吧，走吧。老杜，哎，回来了是吗？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来，慢点，慢点，来，吓坏了吧，星星啊？吓坏了吧，孩子？哎，你看看，快阿姨抱抱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没事没事，不哭，不哭了，比这个都好的啊。星星，你怎么连一孩子都看不好啊？你一天不就2件事吗？看一大门，看一孩子，这你都干不好啊！星星，上车，跟我回去。啊，对了，以后你给我记住了，我不接你电话一定是有事儿，你别一个劲儿的找我。不是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是星星爸爸，星星丢了不给你打电话，给谁打电话？啊，孩子丢了找我管用吗？找警察呀！还有你啊，谁让你乱跑？哎，放手！干什么呢你？当着我们的面还想打孩子？不是你这这么多事儿啊你啊！这是别人的家事儿，你管得着吗你？我还就管得着了。哎呦，我还就不信了。哎，来，好好说话，放手了吗？干什么？你走开你！哎，雷主任，哎，雷主任，雷主任，雷主任，你冷静一下。哎，你打我！执法人员。行，你给我等着。等一下，赵先生，听说过督促监护令吗？什么监护令？我不懂。如果你不履行该有的监护责任，我们将依法追责。你吓唬谁呢？没有吓唬你，孩子的事儿不只是你的家事儿，也是我们9部的事儿，更是整个社会的事儿。我们不只要管，还要一管到底。行。别愣着了，来吧，喝口茶吧。就算是祝贺雷旭、陈元昭雪重新归队，啊！给院里添麻烦了。雷旭啊，你虽然来院里时间不长，但是也算是老同志了。说是添麻烦，那这话就有点见外了。不过有一个人你得好好的感谢他。你这突然出了事儿，子瑜直接顶上去了。院里的领导没少夸他。必须感谢，也谢谢陈姐。好在这次是有惊无险，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省院的领导交代。是我自己不谨慎，我下回多注意。不只是你，我们都应该吸取教训。所以你就先好好休息2周，也调整一下心情，让子瑜啊继续负责吧。因为之前有些不良的媒体的报道，说雷旭可是有污点的检察官，现在又处在一个舆论的漩涡中心，有多少人盯着他，盯着院里啊？陈姐，我倒是觉得雷主任没有必要避这个嫌。你想想看，有了前面这些事情，想洗清白不容易啊，是不是雷旭啊？您说的对，我服从院里安排。可以开始了。那天咱们就是从海边分别，让雷叔叔送我回的家。我在家门口就听到了争吵声。
至于把老房子卖了，给你租房在这儿住？你知不知道我的老房子拆迁得多少钱？我失去了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发财的机会。命里就没有，不用强求。别说那些没用的。周乔呢？又打游戏去了？我挣多少钱够他败的吗？你等他回来了，看我不打死他！孩子跟你要钱了吗？他现在花的都是自己挣的。东西滚！啊！打死！打死！别打了！打死！妈，你没事吧？你怎么又打我妈？别找打啊！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话。你爸他又喝多，先出去躲躲啊！妈，你还能站起来吗？你整天除了喝酒打人，你还会干什么？这么跟你爹说话吗？你整天有点正事儿吗？啊！跟着那个江小杰屁股后边干什么？有点出息吗？我看你啊，迟早进去吃牢饭。你说什么？胡说！江强，干什么呀？摔我杯子！老子还没指望你养我吃饭呢。小林，看看，长大了啊，长出息了，能给你出头了。你是不是想连你老子都要打啊？老子养了你个白眼狼！干嘛呀？抓！使劲抓！哪儿疼？我问你哪儿疼？哪儿疼我继续打。丧门星啊！不是因为你，老子至于在这儿，我他妈打死你！陆总，快走，快走！没事。我打死你个臭小子！都要开心，又该打你了。你不走了，你怎么办？我没事，你先出去躲一躲，快走吧，走走。那后来呢？后来我就去了电竞酒店。你刚才说那天推倒周龙的不是你妈妈，是你？是我。我推的我爸，跟我妈没关系。那你知不知道你离开家之后，家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你妈妈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是在12号的早上，然后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让我照顾好自己。我那时候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也没注意看，然后就以为是那种普通的叮嘱。好了，郑强，今天的问话结束了，辛苦了，米老师。咱们走吧。其实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但是我不能丢下我的妈妈。案发现场发现3个人的痕迹，但是我们首先要确认第3个人是周乔。电竞酒店的监控显示，周乔进入电竞酒店的时间为23点12分，从他家到电竞酒店大约是15分钟的路程。
那也就是说，周乔在22点57分离开家，雷主任是几点钟把他送回家的？雷主任说，他把周乔送到小区门口是22点50分，看着他进去的。从小区门口到他家大约是1、2分钟。也就是说，周乔在家停留了5分钟，但通话记录显示，乔丽没有给周乔打过电话。所以乔丽在刻意隐瞒周乔在家的事实，是这个逻辑，有进步。我可不轻夸啊，杜姐。现在谁还用这个？早就淘汰了呀。那您看看，怎么能把它修一下？修没问题，但配件没处买呀。想想办法呗。我跑了好几家了，都说那您这个手艺就没有修不好的电器。您名声都在外边了，您帮帮忙，想想办法，因为这东西对我特别重要。你这么说，我只能试试了。好啊。周龙的身上一共有4处伤，都集中在头部，其中3处是在头面部，包括了2处抓痕和1处钝击伤。伤口的形状和这个烟灰缸的形状吻合，后脑部与这个桌子一角的伤口形状基本吻合。法医鉴定出来了吗？尸检结果显示，周龙是死于外伤引起的颅内出血，是他的后脑部撞击了这个桌子的边缘造成的。那这个乔丽还有周乔说的是2个版本，他们都说是自己推的周龙。技术队的勘查结果现在显示是有3个人的痕迹的。那乔丽确实有说谎的可能。没错，但是现在他的身体情况暂时不适合讯问，我们尽快加强外围工作。根据周乔的指认，在他离开的时候，周龙正准备用这把椅子对他实行家暴。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周乔离开家以后，到周龙死亡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于队，周龙真正死亡原因，除了法医鉴定的结果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向的推论？我们在进行技术勘查。小刘打电话过来，让咱们带着周乔快点去医院，说乔丽的状况不是特别好。那你赶紧带周乔过去，我去分析笔录。医生，我妈妈怎么又昏迷了？我上次就说过了，介入栓刺手术只是止住血，
病人的肝功能已经出现衰竭，现在情况比较危险。那现在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挽救吗？除非做肝脏移植手术，并且越快越好，否则恐怕撑不了几天。那这个费用大概是？手术费初步大概30万左右，后续的维护和治疗费用也不低啊。医生，这个的成功几率有多少啊？那要看病人手术以后是否出现排异反应，一关关得过，最关键的一关是找到匹配的肝源，没有肝源，一切都是空谈。走吧，你妈会没事的啊。走吧。您再多放几会。我爱你，我爱你。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周乔跟他妈说了什么，所以乔丽的情绪才变得特别的激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你帮我们再重新放一遍。行，继续看。谢谢。没事儿。再倒一遍。我爱，我爱，我爱，我爱你。我害了你，我害了你。麻烦您再往前倒一遍。我害了你，很有可能是这句话呀。他这句话一定牵涉到了案件的真相。根据我的办案经验，这个周龙很有可能是周乔推倒的，乔丽可能在替周乔顶罪。乔丽在最新笔录中改口说，案发时周乔在家。那天乔丽看见我跟周乔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害怕周乔为了保护他，把实情已经告诉我们了。我又仔细研究了乔丽跟周乔几份笔录，还有讯问过程的回放。周乔很紧张，但是乔丽很淡定。他把整个事发的过程的逻辑说得非常清晰，但是年纪说过他是愿意写的，是不是很奇怪？那就说明很有可能在案发现场有一件事情对于乔丽的刺激已经大过于血对她的刺激。现在他们2个人都承认当时自己在家，但是都说人是自己推的。反正周龙是已经开不了口了，现在他们俩又都说周龙是自己推的。马上联系余队吧，做一下模拟侦查的实验。对周龙致命一推的人到底是谁？周龙被推的这一下，是不是他在对乔丽施暴的过程中？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苏达妈妈发给我的。自媒体吃瓜吃出官司，被法院判决构成侵害名誉权。法院判决被告发布道歉信，并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就应该好好惩罚他们。在苏达这场悲剧里，这些不良的媒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啊，当初发表雷主任和江小杰谈话监控的网站就在国外，转载那篇文章的网站和营销号也都被处罚了。惩罚是有用的，就像雷主任被围堵的新闻就没有被恶意报道。新闻可以自由，但是不能没有边界。走吧，我们去找余队。我们通过5次侦查实验，排除了当时生病的乔丽推倒周龙的可能性。我们又通过7次侦查实验，判定当时实施这一行为的人就是周乔。周乔的几次笔录内容和侦查实验基本吻合，乔丽的最新笔录内容也和侦查实验基本吻合。现在呢，周乔成了周龙死亡案的重要嫌疑人，按照法定程序，应该立刻拘留的。余队，周乔还未成年，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保护长期被家暴的母亲乔丽，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他主观故意致死周龙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给的意见是取保候审。行吧，未成年的案子呢，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那我去协调办理相关手续。好。老杜，你在余队那边先忙着，反正周乔这边呢，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主任，怎么就给周乔取保候审了呢？是周龙这个人是不怎么样，但是他是周乔的亲爹呀，这么大的事情，我认为你们还是慎重考虑考虑吧。周乔的动机其实就是为了保护长期受家暴的乔丽，其实还是原生家庭的原因。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不是说你啊，小柳，我是针对这个事情。现在很多人都把自己犯的错误归结到原生家庭身上，那你说怎么着？父母生了他，养了他，还管出错来了？姐，你先别着急。我没着急，你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从大山里出来的，从小爸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就吃糠咽菜，连拉带拽的把我们养活了。按理说我这个原生家庭条件不怎么样啊，但是我们3个人仍然很努力。我虽然没什么成就吧，但是我们活的还是踏踏实实的呀。反正我认为周乔他犯的错不能都归结在他的父母身上吧，周乔本身是有错的。这之前他参与诈骗被附条件不起诉，可是后来又在管教期间他又犯了错。你说现在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我认为他就不能够再给他放宽对他的教育和管束。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啊，仅供参考。我忙我的去了。陈姐，陈姐，
杨大姐这是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不知道啊，平时杨姐都乐呵呵的，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唉，别看她平时乐乐呵呵的，其实这个人挺苦的。你们正好有时间，我说说她的事儿，好不好？杨大姐啊，她儿子以前和周乔一样，也是问题少年，因为他们两口子都太忙了，疏忽了对儿子的管教，直到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以后，才知道出了问题。他们家曹老师啊是在教育局上班，他居然偷了他办公室的钥匙，在电脑上盗取模拟考试的答卷，在网上卖，被人抓着了。其实按照他的成绩啊，考大学是完全可以保送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事儿，被学校开除了。我们当时就问了，说是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其实啊，就是为了玩游戏。后来他就埋怨他父母为什么不找关系保住他的学籍。可是杨大姐的意思就是说，你孩子犯了错误，就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母子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杠就是8、9年，谁都不服软。那么曹老师呢，也是因为这事儿丢了工作，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中风了。从那以后啊，杨大姐就一个人，又要照顾曹老师，又要照顾年迈的婆婆，一晃这么多年，硬是自己挺过来了。其实我跟你们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搞卫健工作的嘛，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没想到杨大姐名字里边带了个田字，生活这么苦。是啊。哎，大姐，跟您商量一下，您那边要是忙完了，能不能陪着周乔去探望一下他妈妈？主要我们几个都没时间。好，您辛苦。哎呀，我觉得大姐心里边有结儿啊，咱给她帮她解开了嘛。我不知道这个周乔行不行，但我想试试。今天本来不是我来陪你的，他们手头上都忙，走不开。他妈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你妈妈肯定会没事的。你是个男孩子，要学会坚强。来，吃了。我不饿，你吃吧。我在单位已经吃过了，快趁热吃了来。我真的吃不下了，谢谢。这挺好吃的，我儿子小时候就最喜欢吃这个了。你要是不饿，待会儿饿了再吃，你先拿着。谢谢阿姨。我儿子小时候喜欢吃这个，给他买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就吃一半就不吃了。哎，什么好东西都吃不完。觉得他应该不是吃不完，是舍不得吃完，留给您吃。以前我妈经常给我买好吃的，我每次都假装吃不完。我想立刻长到18岁，那样我就可以把我的肝给我妈了。谢谢。
主任。哎，回来了。哎，乔丽怎么样？啊，他恢复的不错，挺好的。哦，主任。哎，跟你聊两句啊。好啊。起初你让我去陪周乔，我其实挺抵触的。但是后来换位思考，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挺可怜的。是。爸爸刚没，妈妈又病危，关键是他太聪明了。这个聪明吧，用在正道上或者邪道上都了不得。咱们是应该拉他一把。最重要的是，他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你们给他办取保候审是对的。但是，您说那句话也对，说对他的教育管束绝不能放松。这个我已经跟那个于老师联系好了。就是对于他的心理疏导，从之前的1周1次改为1周2次，我全程陪同。太好了，那您辛苦了。怎么了？我就是还在想个事儿啊。您说。你说周乔现在，他妈妈是他唯一的亲人，我们即便是帮他筹齐了款做手术，但是肝源找不到，那不是还是救不了他吗？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帮忙嘛。肝源确实不容易。这个 GMA 的统计表您看一下。孙总，周乔想预支10万给他妈治病，你去找他聊聊。行。哥，这是咱们电竞公司的统计表。来了。哎，雷主任，于队那边最近很忙，没时间照顾他，我就把他带来了。他主动要求说要来你这儿住，我一想我们那几个女的确实也不太方便，就你这儿最安全。来吧。行，那我走了啊，好好的。进来。走。别拘束啊！我这地方不大，就当自己家了。但是就一条，别乱翻我东西。缺什么呢？随时告诉我。当然我知道你现在最着急的、最缺的就是肝源和钱啊，急也没用。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但是你不用说了，魏叔叔，我知道你们都在尽力想办法。我也希望我妈妈可以度过这个难关。那医生都已经告诉我了。找到匹配肝源的几率是很低的，这是事实。能这么想吗？好啊。李红，你怎么弄亮了？你之前走线都不合理。然后有根线卡断了，我给接上了，然后把这根线从车棚盖子底下给它穿过去，外表看不出来，也免得心碰呢。聪明的啊！
喂，东西我拿到了，你在哪？我去找你。你前方的胡同里20米有一辆面包车，上车。你谁啊？为什么要上车？少废话，我要验下货。行，那钱。东西呢？钱呢？先把东西给我。我包里。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自闭症儿童家庭训练，互相强化物。你干什么？不是我要的东西。你就让我把这东西拿过来，也没让我看里头装。玩我是吧？啊！东西在哪儿？喂，雷叔叔，你怎么自己跑出去了？快给我定位，我拉你去医院。雷叔叔，雷主任去见医生了，马上回来。这个手术的风险是不是很大？我怕万一我……不会的，别吓自己了。这个病区有很多患者在等肝源，你妈妈能匹配到合适的肝源真的很不容易，你应该为她感到开心才是。妈，妈，你一定会没事的，你别紧张。妈，我等你。吃点东西垫一下。好嘞，辛苦了啊。子瑜姐，哎，吃点面包垫一下。来，手术开始多长时间了？来，你也吃点。医生说这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估计6、7个小时吧。医生都跟我说了，是雷叔叔把那个费用给付清的，然后还找到了肝源。那个肝源，确实是我找我同学在北京找的，还真就配上了。但是钱不是我个人掏的。刚才那个医生不是说费用是您付的？情况是这样的，雷叔叔帮忙联系了省城的一家公益医疗基金，然后杨阿姨联系了民政局和社区，还有你妈妈的医疗保险，凑在一起，把这个手术费凑齐的。
爸，小朋友，周强，病人需要休息。爸，放心吧，手术很成功。谢谢啊。放心，你说的没事儿，别难过啊。医生说了，手术很成功。要不要坐一下？好了。对不起，刘叔叔，我偷了你营养东西，很重要的东西。